大家好，我是看技能看得头昏眼花的猫盾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人物是 SP 郭嘉，一个可以改变环境的男人。郭嘉的怒攻会攻击敌方前排，并为目标施加一层不可抵抗和转移的游红，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。游红是郭嘉的核心技能，有状态效果，也有引爆效果。虽然游红是可以持续至战斗结束的状态，但实际上郭嘉在每回合结束时就会引爆游红，并对所有持有2层及以上游红的敌方造成无视反弹的150%的伤害，并附加持续1回合的封印，使其被动技能失效。这是郭嘉第一个可以改变环境的技能，有了这技能，前排武将就很容易会被封印。这也迫使有些武将需要转移到后排，也有些武将比如吕布，也被迫使用贾诩羁绊来免控。被施加游红的敌方每拥有一层负面状态，对辅助武将释放的怒攻和龙魂技的最终命中率都会下降 5%， 最多可叠加至 30%。游红是可以被消耗的，只要被施加游红状态的武将每次使用怒攻或龙魂技，游红都会减少1层。但同时异常命中也会被降低 15%， 效果可叠加，但只会持续到回合结束。这是被施加者唯一可以主动减少游红层数的手段。郭嘉在每次有敌方武将的眩晕或沉默状态消失或被驱散时，都会为自身叠加1层不可驱散的追光，最多叠加3层。每层追光会提升郭嘉 30% 异常命中，满层后还会使游红获得额外效果。若目标释放的被动技能命中武将超过3人，则马上引爆游红。如果这时目标身上已经拥有2层游红，就会直接被封印被动能力1回合。最好理解的例子就是姜维，姜维在队友释放怒攻后，有概率触发追击。假设姜维的怒气足够，追击可以打3人以上，那么姜维身上的游红就会直接被引爆。若被引爆的游红有2层，被动技能马上就会被封印1回合，在封印解除前姜维都无法再发动追击。当然，郭嘉的封印想要在实战中触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因为游红是会被消耗和可以被驱散的。郭嘉叠加游红的频率和火数有关，也和配对有关。1火、3火和5火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升。郭嘉1火后，回怒的速度会提升 30%， 并且敌方武将眩晕或沉默状态消失或被驱散，都会为其叠加1层游红，并使自身恢复1点龙魂值。若敌方武将抵抗眩晕或沉默，则下一次怒攻或龙魂技最终命中率降低 30%。这里又是一个和曹植、曹彰的沉默和眩晕绑定的技能，有了曹氏兄弟，郭嘉在脏水队里叠游红的速度和回龙魂值的速度都会非常快，1回合连放几次龙魂技也只是家常便饭而已。这是第2个改变版本环境的地方，相信大部分人的抗位都是最低的，但郭嘉上线后你就不得不去点抗位，和龙魂技伤害增加和减免，不然就得被刮掉几层皮。接下来我们就顺势去看一看郭嘉的龙魂技。郭嘉的龙魂技一样会消耗3点龙魂值，技能会附带 50% 的无视防御，对敌方全体造成法术伤害，并在2回合内降低敌方所有武将 15% 的异常状态抗性和怒气降低抗性，最多叠加3层。龙魂技同时还会为我方全体辅助武将施加不可驱散的反射状态，持续2回合。被施加反射状态的我方辅助武将，每次成功闪避敌方攻击，都会恢复最大生命值 10% 的生命，并对攻击方造成郭嘉攻击力 50% 的真实伤害。反射是郭嘉给辅助型武将专用的反伤，这也是为何前面有这么多降低敌方最终命中率的技能，这些都是为了让我方辅助型武将能更容易闪避敌方的攻击，触发反击和回血。被反射的对象会被施加1层不可驱散的光灼，持续2回合。每层光灼会使受到的伤害结果提升 5%， 最多可叠加6层。如果你的郭嘉已经3火，那么在敌方武将首次叠满光灼后，郭嘉就会驱散3个增益状态，并立即引爆游红。
郭嘉的龙魂技除了可以输出，更多是为了支援辅助型武将。反射能让辅助型武将借着闪避来回血、反击和为敌方添加增伤效果，以借此弥补老脏水队伤害不足的问题。光灼给的增伤是所有伤害结果提升，这也包括了真伤在内，所以是非常适合以辅助型武将为主输出的脏水队的，因为辅助型武将多是以真伤来输出。如果说水镜是所有防御型武将的爹，那么郭嘉就是所有辅助型武将的娘，是首位能大量支援辅助型武将的人物。郭嘉3火后，开场就会对敌方全体施加1层不可抵抗的游红，这里又是一个可以改变环境的技能。郭嘉一般都会占1号位，抢先发动怒攻，有了开场的1层游红，加上怒攻的1层，敌方前排武将就会有2层游红。如果敌方武将在回合结束前都没有释放怒攻或龙魂技把游红消耗掉，那么在回合结束后就必定会被引爆2层游红，而导致被动技能被封印1回合。所以为了尽量避免这个情况，所以多数的人都不得不带上一个助战穷奇。虽说穷奇的开场驱散不一定就能准确的驱散掉郭嘉的游红，但是有带就有机会。如果你有5星穷奇，就可以驱散3个，那么机会就会更高了。3火郭嘉也会在敌方每个武将生命首次低于 50% 时，吸取其 10% 最终闪避和最终命中率，持续2回合。这里又是一个可以提升我方辅助武将闪避的技能，郭嘉自身也是辅助型武将，吸取回来的闪避率也有助提升闪避，增加反射发动的机会。若首次低于半血的是一位 SP 武将，郭嘉还会吸取其1点龙魂值，这是游戏里首次能削减龙魂值的技能，而且还是最高级的吸取，可以直接吸取来给自己用。一支队伍最多可以带3个 SP 武将，这足够让郭嘉再释放1次龙魂技了。当有任意敌方武将被击退时，郭嘉会立即恢复我方全体武将300点怒气，并刷新3火技能限制的次数。这里的刷新指的应该是首次生命低于半血这个技能可以再次生效。击退全体回怒一向都是非常好用的技能，以往只有2级武将潘凤和王毅拥有，如今给了功能更多的郭嘉这一项技能，也算是间接的抬了灭队一把。郭嘉5火后会多了一些和神兵相关的技能，技能很长，这边就不啰嗦一一解释了，只说重点。5火后敌方武将受到神兵伤害时，也会附加1层游红和2层光灼，这是郭嘉添加游红和光灼最直接的方式了。不绑定曹植的郭嘉，想要大量添加游红和光灼，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升到5火。最后来说说郭嘉的2个羁绊要怎么选择，一样只说重点技能。第一个荀彧羁绊，支援的是辅助型武将。荀彧羁绊最大的特点就在于，它可以快速的为辅助型武将回怒。荀彧羁绊的郭嘉会在开场就获得2层追光，在首回合内，若己方的辅助型武将在普攻后怒气未满1000点，郭嘉就会消耗1层追光为他恢复500点怒气，并且还会使其下次受到攻击触发闪避时再恢复500点怒气。有了荀彧羁绊的回怒，曹植就可以稳定的在第1回合释放怒攻。其他的功能还有提升反射造成的反击伤害，转移反射伤害给敌方生命最低武将，并为他添加光灼增伤等等功能。荀彧羁绊的收益全来自于队里的辅助型武将，所以只有在队里有很多辅助型武将的情况下，郭嘉才会使用荀彧羁绊。脏水队和女团都是适合使用荀彧羁绊的队伍。第2个张辽羁绊，郭嘉会获得暴击率提升和3点初始龙魂值，同时龙魂技也会获得 90% 的爆伤提升。简单来说就是，郭嘉的龙魂技也会变得像雷云一样，可以用来开场打伤害，帮助压低血量。从此灭队又多了1宝，郭嘉加上雷云，开场就可以先给对面2发龙魂技。另外，原来龙魂技只为辅助型武将添加的反射效果，也会变成是为全体队友添加雷光效果。这也让郭嘉在不是以辅助型为主的队伍中也可以上场。
雷光效果支援的是攻击目标小于3人的怒攻和被动技能，会提升技能的最终命中率和暴击率，并且施加光灼增伤的方式也会从原来的需要依靠辅助型武将闪避后，一层一层慢慢叠加，变成了在对没有光灼的武将攻击后，就会直接叠加3层。并且在攻击没有光灼的武将时，还会先给予最终伤害和吸血率提升。虽然张辽羁绊的雷光效果只能支援一列和单体输出的武将，但郭嘉还是凭着他开场就能释放龙魂技，同时自身也能贡献一点输出，有控制，有增伤，还有击退回怒的能力，成功的挤进了吕布和切后队等灭队的阵容里。在辅助型武将不多的队伍里，又或者是有主输出的队伍里，郭嘉通常用的都是张辽羁绊。那么在辅助型武将少又没有明显主输出的阵容，又该如何选择羁绊呢？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使用郭嘉上阵了。比如火烧队就是这类型的队伍，也是少数不需要郭嘉的队伍。最后是抽取建议，郭嘉基本上是属于必抽的武将，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，郭嘉在之后几个版本的出场率都会远高于诸葛果和曹丕，是未来最主要的核心辅助。你只要想象一下你没有诸葛果或曹丕的劣势，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。印象中郭嘉可以一直使用，直到命魂曹丕出来后才会下场，可说是非常长命的武将。有能力的人是建议一定要拉的，但考虑到后面还有很多重量级的武将要抽，所以建议非大佬的玩家还是抽到3火就好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